taking over now. Tough it out, that's what I'm all about. 我们注定要穿过一全新的围墙，解锁一道光。我们知道未来还有无限的巨浪挡在我前方，他们都筑成令我登高望远的路，是令我启发我成就我给我的量。最终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，握在我手上。搬走了，都搬走了。东子呢？东子哥去帮淼哥搬东西。你们忙吧。你就是这样，借工作谈感情，借感情谈工作，时间久了，你分得清哪局是真，哪局是假吗？何端，咱们上一期的 Say No 啊，收听率第一，而且全台跟同一时间段都是第一。真的啊？太好了，我们做到了。何端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新飞夜话有你在，我特别开心。怎么啦，红手社的？刚才来了个微信，我以为谁找我，一看是个广告。在等某人电话吧？我才没有，好吧？骗谁呢？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啊？说吧，趁我不忙，什么情况？也不是不可以跟你说，你正好过来帮我分析一下，请说。你说这个钱开义哈，他一天没联系我了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的天哪，亲爱的，你已经患得患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钱开义可以啊，都学会欲擒故纵了。怎么说？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通常在这种情况，如果是我遇到一个人不回我的微信，那我会二话不说登门拜访，然后等他理我的呢，我才不理他。这就叫以牙还牙。但是经验所谈，这都是渣男，钱开义肯定不是渣男哦。所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他不会是有危险吧？他不会是出车祸了吧？别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但你给打个电话问问，真的。你说的对，也许他遇到危险了。对，我得问问他。喂，钱开义。啊，你在忙吗？有什么事吗？也没有什么事儿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就是想问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？我挺好的。那
那我不打扰你啦。我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给打过去吧，我感觉他很冷淡，而且并不需要我去见他的感觉。哼，我跟你说，男人就这样，一个比一个善变。没关系，宝贝儿，他不理你，咱不需要，我在啊 ，OK。可我又感觉他内心好像真的很需要我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现在状态不好，我得去看看他。你要这么主动吗？啊，我有这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呗。你说的对，我走了啊。这也许就是爱情吧。季教授，心理学会平常都忙些什么？学会里派别分化严重，老一辈啊力不从心，年轻人野心勃勃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当初我是这么想的，想凭一己之力啊改变现状。想必季教授年轻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大有作为吧？什么大有作为啊，凡夫俗子罢了。这么些年，该有的问题都还在那儿，我能防微杜渐地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平时也玩国际象棋？对，但玩的不多。陪我玩一局。行，我们赌一局吧。赢的人可以向对方讨件东西。可以。哎，年轻人心下。让我。哎，季教授怎么也会喜欢下国际象棋啊？年纪大了，总得有个爱好，活跃活跃脑子吧。开始吧。下得不错呀。我学生里很少有人玩这东西，赫顿就玩不好这个。确实，赫顿不太喜欢玩这些。这么了解，你跟他沟通的怎么样啊？我跟他表白了，但是被拒绝了。你这么优秀，也不愁女孩子喜欢吧？王车一位，我晚一步。季教授呢？当年是怎么追到季夫人的？我，我没结过婚呢。
有什么就直说吧。你敢保证你没有半点私心吗？借工作谈感情，借感情谈工作，时间久了，你分得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吗？那为什么放弃的不是《新飞夜话》呢？淼哥，只要咱们大家在一起，做什么节目不一样啊？是啊，淼哥。我们的默契程度，别的组能和我们比吗？不能够。小丽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啊就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台里的人看看，咱们几个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随便让人拿捏。同时大声对对敌。喂，建哥，我录到一个特别好的新闻素材，现在给你回去做宣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拉晚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，你脸怎么了？我这路上摔了一跤，没事，小伤小伤。你看这素材，你看这几张，咱们开始吧。小花衬衫，一个人在这喝酒不闷吗？东子他们跟你说了， 2杯扎啤，谢谢。你好，这是您的酒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请慢用。其实无论从前做时间访谈，还是现在做新飞夜话，我都有一种感觉，我应该好好把握住它，我也想好好把握住它。问你个问题，你是因为我才放弃时间访谈的吗？何总，你别多想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多想，我知道肯定因为我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来这个节目也是因为你。我觉得《新飞夜话》这个节目的价值跟意义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两个在一起搭档的意义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不再搭档了，你还希望这个节目存在吗？当然，而且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越做越好，因为有那么多听众现在需要它。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放弃时间访谈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是你前开一做的决定，一定是对的。我会支持你。其实那个时候做时间访谈，每一期都有话题，也有热度，但这些话题都是围绕着一些高知名流。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能够让更多的听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这远比某一个人的输出价值要更重要。况且有那么多的听众，通过咱们的节目，变得更开心、更勇敢。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苦闷，通过我们的节目得到了疏导。
所以我不可能轻易放弃新飞夜华。这个选择早已不是我一个人的选择。我能看出来，张淼走了，你很难过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人生很长，这一站还有很多人陪着你，包括我。酒量可以啊，小花衬衫。再来4家。看上去不错啊，跟之前有很大的变化。你看，我给自己换了个造型，也买了一些新衣服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这种有一点少女的颜色，但是这样的颜色好像确实会让人心情明朗一些。我也试着把注意力放到其他的事情上面。我觉得事情应该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，对吧？当然，我能看出来你比之前有精神多了，也有试着改变，这是一件好事儿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可以分享一下吗？那个男人他又来找我了，他把我拖到角落里，威胁我。即使我哭着谴责他对我做过的一切，他竟然说我们是两情相悦，他是经过我同意的，我们是互相喜欢的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没有。我知道，并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被胁迫的。可是他就是把事情说的那么理直气壮，这让我觉得我彻底完了。你说，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改变了，可是为什么他还是不放过我呢？他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对我？他为什么缠着我不放呢？李薇，你有试着把这些事情跟别人倾诉过吗？没有，你知道的，那会毁了我呀。而且就像那个男人说的，即使我说出去了，也没有人会相信吧？是有发生什么吗？才会让你有这么笃定的答案？因为我知道的，我不够他们的标准。标准？他们的标准是什么？还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？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？来，工作大家把手上的工作停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事小小。
了造型，你认为只有变成他们所谓的乖乖女孩，才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，对吗？是啊，我觉得可能只有我这样，他们才会相信我吧。你现在可以想一想，你觉得你跟他们最不同的3个特质是什么？你可以把你想到的写在这3张卡片上。齐总这单大生意，对于我们部门的绩效至关重要。2个月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，这单必须给我拿下。你们也知道，从上个月开始，部门主管的位置就一直空着，机会嘛，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总监，这个单子能不能交给我试试啊？以前的我，从不抗拒欲望，也不掩饰自己的野心。我承认我想要爬得很高，哪怕我明明知道，有时候爬得越高，我再敬你一个，敬大家。李薇，你是不是想说，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狠？哟，薇姐，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呢？不然你这样，真不怕我们把持不住啊？难道就只有今天吗？不是，他当然不是。我这样算不算轻浮？你其实已经拒绝了他，你只是用了一种假装不在意的态度拒绝了他，你并没有允许这个男人进一步触碰你。可是我并没有直接推开他，这就成了我的不对。所有人都会抓着这一点不放，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都是你活该。老师，你说，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的错呀？当然不是，错在那个施暴者，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也许吧，但有的人才不关心这些呢，他们只会说。听说刚进公司就着急往上爬，我看手段不简单的。我听说他跟新来的客户还有桃色新闻呢。他晚上喝这么多，太不检点了吧？你觉不觉得那个齐总好像对李薇有点意思啊？什么呀？齐总那么好的条件，要真看上他，那也是他捡便宜吧？是啊。装什么装啊？嗯，你要是真的清纯，穿的那么露干什么？李薇，
骆老师，你看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他们就给我安上了这么多罪名。因为我想往上爬，因为我没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因为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女孩，所以，其实不管我说不说出真相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假设一下，如果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你穿的没有那么的暴露，你变成了他们所谓的那种乖乖女孩，你认为会发生什么？美女，举杯吧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齐总，我真的不太会喝酒。不能喝呀？哟，这不能喝怎么谈事儿啊？齐总，您别生气。喝咱们就能谈事情嘛，对不对啊？不错啊，叫李薇是吧？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所以，无论你多想往上爬，无论你把你自己包裹得有多严实，无论你把自己变得有多完美，可你依旧是你，你依旧无法改变那个施暴者的想法。你可以认为你不完美，但你不能因此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强奸案的发生有且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强奸犯。现在我们再看看这3张卡片：欲望、轻浮、我不完美，这是你写的。我想现在你可以把它们全都撕毁了。这些词语很可能成为日后别人攻击你的匕首，也很可能成为施暴者犯错的借口。很好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，同时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。你们这做的怎么样啊？哎，就那样。齐总好。哟，小薇也在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情我要问你一下，你给我的这个投资方案呢，我看了，但是里面有个问题，我一直不太清楚。你们部门为什么要把我20%的投资放在科技板块上，而不是之前说的互联网板块啊？嗯？齐总，这个问题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，我回头让总监给您答复。齐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撞到你吧？没事吧？
怎么了？装什么呢？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吗？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李贝，咱们2个人不是互相喜欢吗？我是哪儿做的不好啊？我可以做得更好，真的。在打出第一个字之前，我有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。我也曾想过，让曾经的伤痛随着时间烂在心里，但那些伤疤总是提醒着我，妥协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。也许我的经历被说出来之后，不会得到大家的理解，但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一个恶魔的罪行。我被人侵犯，他趁我醉酒的时候侵犯了我，感到害怕，我动弹不了，根本无法反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很清楚，我是不自愿的。也许当我说出事情的真相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相信我，但我想我必须说出来。为什么施暴者还可以高高在上，装作无事发生？为什么受害者却小心翼翼，甚至自我谴责？今天我写下这一切，不是为获取什么同情、什么关注、什么认可，只是因为我知道，你要知道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，同时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。我会支持你。这不是我的错，也为了让更多和我同样经历的姐妹知道，这不是我们的错。叶先生有那么一套，我先走着看吧。
都到齐了。叶都齐了，老叶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我今天是来旁听的，我一个编外人员，今天就是来做个见证的。你们开始吧。您谦虚了，当初要不是姬明聪，你也不会。今天不说这个。今天的主题是举荐新人。叶先生是明月入怀，恢阔大度呀。倒是听说过温良这个人，年轻有为，算不了新人。毕竟没正式露过面，声望还是少了些。社会要发展，总是需要接触点新东西嘛。温良有能力是个好事儿，我们可以推波助澜。只不过是这姬明聪，你们只管负责操持投票，其他的问题我来解决。有您这话，我们几个可就放心了。要不是你研发那码事儿，其实啊，我们大家更主意你来学会，带领我们。说什么我没听清，但意思我懂了。我们捧的不想要太强的，就怕他自己的想法太多了，不太好。握公道杯的手，如果太弱了，就容易拿不稳，拿不稳就分不均。既然是希望大家都茶满粥满，过得更好，那自然是要分均了，这样长久。初次见面，这杯茶敬大家。咱们该办的事儿就开始吧。老叶，其实咱们内部都没意见，只要是您老朋友那头没问题就行。是。你们要是都没意见，那就表个态吧。我算是我。这么热闹的茶会，也不知会一下我这老头子。怕不是嫌我年纪大，跟不上你们的步伐吧？真没想到，在这里还遇到一位老熟人。好像也没那么熟吧。不过是年少无知的时候，有过一些交集罢了。好像也没那么熟吧。不过是年少无知的时候，有过一些交集罢了。我听说你们脑电技术委员会在内部表态呢。
算我一个。都不欢迎吗？我赢。既然是老朋友来了，那我得请老朋友喝杯茶。茶满送客，叶老板的意思我明白了，就是不知道，这也代表着在座各位的意思吗？主任，这是下一期节目的策划内容，有什么问题您再跟我说啊。哎，别走，别走，来。看你这样，昨晚又没怎么睡好吧？啊？你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有事有事，回来。来来来。哎呀，你说我一看见你吧，突然想起我们家浩浩了。你还记得我跟我前妻闹离婚那会儿不？我也难过的不行。那时我们家浩浩才这么大点儿，就知道像个小大人儿一样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爸爸没事儿，妈妈不要你，我要你。”哎呦，您突然说这些怪瘆人的，你有什么事直说吧。这有些人呢，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过客，你知道吧？你以为他们很重要，但你过了这道坎儿，他们就不值一提了。那您自己那坎儿，到现在不也还没跨过去吗？我在努力啊。行了，主任，我知道了。淼子这事儿吧，主要是来得太突然，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想通了。真想通了？真的，你不信啊？其实对于淼子吧，我主要是出于团队上的不舍，但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呢，其实这件事情我是能接受的。来日方长，你想通就好啊。你以后你打起精神，啊，别耷拉脑袋。再说这人员调动的事儿，也不是咱们的问题。咱们？淼子被调走，没通知您啊？你这小子，你比谁都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咱们那个新飞夜话栏目都拿第1了，潘台对你是100个满意，你可倒好。哎呀，出点成绩，你尾巴都翘上天了，干嘛呀？我电话不接行，人家是大领导，眼中无人呢，是不是？你跟我当领导，我也生气呀。您这意思，就是潘台默许王卓抢人，是想要敲打我？咱们就用第2个方案啊，就第2个方案。为什么不用第1个？第1个，我觉得还是第2个好。咱们就把张宝收拾，把他东西清理干净。这样。你们聊什么呢？钱开义呢？姐，你不知道吧？张哥去了时间访谈那边，我听他说了。就是老钱这人啊，虽然面上没什么，但是毕竟淼子跟了他这么多年，他心里肯定不好受。钱哥这人就是嘴硬，他心里再难过都不讲出来。我们刚刚也是在想能做点什么，安抚一下他受伤的心灵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做呢？按照咱们的计划呀，大扫除。够专业的，钱开义那儿我来弄吧。这个不用了。那好，我们走。哎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有没有，是我们来扫了。你们干嘛呢？大扫除啊。扫除台里没有通知我呀。走啊，钱开义。谢谢啊，何段。吃饭了吗？吃点吧。大家一起来吃饭吧。
钱哥，我感觉这儿空着也挺好的，正好可以放一些平时我们用不到的文件。对不起。为什么道歉啊？我想通了啊，淼子有自己的选择，我不应该干涉，也没资格干涉。反正在未来，咱们都齐同并进，把电台的节目给做好。老钱，我也不知道你是真想通了还是假想通了啊，但今天正好趁着贺老师在这儿，我也给大家伙表个态，我认的是你钱开义这个人和你对节目认真负责的态度。只要你不忘初心，不管是时间访谈还是心扉夜话，你想做随便做，我都跟着你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我也支持心扉夜话，加油！谢谢，谢谢大体王。好，咱们现在少了一个人啊，工作量肯定会增加，大家咬咬牙，努努力，争取保住咱们第一的宝座，好吗？必须！快来吃饭吧。哎，好嘞，来吧。哎呦，这么多样儿！你们看，小红包，这桌子我擦的干不干净？干净。多吃点啊，要不然被钱开业全吃了。好嘞。来喝。每个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雨，轻轻的、远远的飘出了天际，也带走我蓝色和多云的回忆。受害者曝光，施暴者打码，这些键盘侠有没有脑子？来了，请进吧。谢谢。大家知道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区别是什么吗？心理学属于理学，精神医学属于医学。心理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，精神医学是自然科学。没错，还有呢？心理问题不严重的呢，就去找心理咨询师；但是如果心理问题严重的，就得去看精神科大夫，对吧？这是一个粗略的区分。准确来说，精神科医生的干预手段主要是药物治疗。那么大家知道，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共同的生物基础是什么吗？神经学。没错，大家看黑板，我画了2个圆，第一个圆
在大脑。李薇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李薇？喝点水。你还好吗？我刚才看你非常焦虑不安。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能抽支烟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咨询室内有规定不能抽烟，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到外面。没事。你刚才怎么了？我觉得啊，今天这家店可以珍藏一下。菲姐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，嗨，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，把咖啡给弄洒了。菲姐，我们还打算找你去吃饭呢，你怎么都不回微信啊？对呀，对呀，你不是想背着我们偷偷去见？不好意思，薇姐，忘了你那么怕痒。薇姐没事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俩。小小，你那帖子看的怎么样了？看完了吗？那个呀，我看到酒桌上那段了。你看，我这一想起来，浑身起不去。怎么办呀？我这晚上还约了客户谈事情呢，搞得我都不敢去了。你呀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郑总人还挺绅士的，就是有点喜欢劝酒。一点点啊。哪像我现在对阵这个王总，每回一上桌，毛手毛脚，急赤白脸的，这都没见过女人死。那你不害怕吗？他呀，就是卡卡油，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。哎，而且他特别怕他老婆，每回提这个很稳。要我说啊，帖子里这女生也太懦弱了些，只敢发这种匿名帖。这要换成是我啊，不跟对方4个鱼死网破，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我也是，要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，我恐怕都没有勇气说出来。你这丫头，别胡思乱想的，反正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不会发生在我们这种人身上的，我们这种人身上的。那你们觉得会发生在谁身上？会发生在谁身上？怎么回事？你觉得他们说的那种人是哪种人？你觉得呢？他们可以嘲笑我、辱骂我，这些我都能接受。但是他们那些事不关己的态度，真的是深深的刺伤了我。这还不是最可悲的，最可悲的是我发现，其实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，曾经是那么的高高在上。可是现在的我成了什么呢？一只破鞋，一个坏女人，一个随时会为了这件事发疯的疯子。就是因为我曾经也认同那些说法，所以遭报应了，都是我活该。李薇，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说过的吗？强奸案发生的唯一原因，就是有强奸犯。
我以为你是认同这点的。不，是我活该，我就活该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。我发现你好像总是在贬低自己，你是为了惩罚自己吗？没有人会理解的。我就不应该说这件事情，我连把它说出去的想法都不应该有，我就应该把它带进坟墓。真的是他。你除了我之外，有跟别人倾诉过吗？得到的反馈是非常的不好吗？太不检点了吧？装什么装？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？你要是真的清纯，穿的那么露呗。反正说出来了，也不会有人理解我的。李薇，你知道吗？你非常非常的勇敢，你是我这么多来访者当中最勇敢、最主动的人。你没有犯任何的错误，你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然，如果你脑子里的那些声音现在干扰了你，那我们现在选择屏蔽他们。我们先聊一聊别的，好不好？没用的，没有人会同情我的。谢谢林姐，那我先走。哎，等等，你最近是不是休息的不太好啊？看你总没什么精神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林姐，是不是我工作上面出了什么问题？我们部门不是有个外派学习的名额吗？我向公司推荐了你。我以为你们会优先考虑别人呢。你最近的状态我都看在眼里，你是我看着招进来的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不想看着你这么优秀的孩子被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击垮。这次机会很好，你也可以趁机出去走走，调整调整状态。林姐，那些事情仅仅只是不愉快吗？小薇，姐也是心疼你。都是女人，我知道的。你说，我们女人经历了这种事，能怎么办呢？咱们两个不是互相喜欢吗？可是他都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还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傻姑娘，你要是有证据，还能去报警，去法院告他。可现在你什么都没有，又何苦在网上一遍遍地扒开自己的伤口，作践自己的清白？小薇，我也想让那人渣遭到报应，可是女孩子的名誉最大，沉默是保全你自己最好的办法。
勇敢说出这一切。如果我说我会支持你，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力量？你是说你会支持我吗？当然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谢谢你，何老师。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想一想吧。当然，可能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扰乱了你的思路。我刚才说的话不能决定你的选择，最终的决定还是你自己。何老师，你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会冷静的想一想。我明白。雨薇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，别人支持不支持你，我想最后的结果都要你自己去承担。你要想好这一点。不着急，你可以回去好好想一想。这个话题等我们下一次再聊，好吗？喂，哎，西姐，我是丽丽，好久不联系。我想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还记得我们云锦融资酒会那天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齐总吗？啊，没有，我就是上次好像有点惹他不高兴了，我想慰问一下。哎，你可以给我一个他联系方式吗？好，谢谢啊。老姬呀，我没能亲眼见证这场大戏，哎呀，真是可惜呀！我可听说了，这叶继承啊，又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了。你都快成顺风耳了，什么都瞒不住你。我真是由衷的佩服你呀！哎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温良叶继承会搞这么一出啊？人家现在叫叶念堂。我一个乡野农妇，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。叶继承，呵呵，有意思，回来就把名字改了，这明显是冲着你来的呀。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这叶继承回来又改名字，又插手学会。背后啊，肯定还有见不得人的事儿。人家是个商人，一切向利益看齐，守不守得住底线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是你我都左右不了的。我可听出了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策略啊。不过我觉得主动抢占先机也许更好一些，正好啊，可以清算学会的毒瘤。我听说你们脑电技术委员会在内部表态呢。算我一个。这么看来，你之前说温良的话，真是一语成谶呐。
我当初说什么了？你说这人野心太重，容易迷失方向。我自己都记不得了，这么多信息放进脑子里，你不累吗？我这记忆可是分区的，这边是学术，这边是八卦。哎呀，真有你的！还要问你个事儿啊，这温良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把他继续留在学会，你不怕叶继成继续利用他兴风作浪啊？这草啊，和菜苗长在一起，就会影响菜苗的生长。你把它放到一旁，它就会化在土壤里，变成菜苗的营养。这人生啊，处处发生转机。学术也好，野心也罢，都需要牺牲精神。这要看他有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齐总，好久不见。什么项目啊？这么着急？看一下，我记得前年天齐就邀请云锦一起合作，为餐饮零售科技项目投资5个亿。那个项目第2年就为云锦带来了10%的投资回报。我记得当时您就说过，食品科技项目会在未来5年保持高景气的发展，所以我特别有信心，这个项目能跟您再创造一个奇迹。就是不知道齐总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啊？丽丽呀，我记得你从曹案里边出来之后，转行去了房地产是吧？放了那么大的事业不干，怎么突然还找我做这种小买卖啊？啊？不瞒你说，其实我最近遇到了一点麻烦。老房的事儿啊，不要误会啊。你也知道，啊，这个圈子就这么小，我呢，谢谢，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。不瞒您说，我真的就只是单纯的想谈个恋爱，没想到事情搞得这么复杂。他当时给我妈买了一个店铺，那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。谁知道，后来他老婆就隔3差5的来找人逼我要钱。那你说我那店铺都已经当出去了，我哪有什么钱呢？我也想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赚钱，这不是没办法才出来自己跑业务的吗？丽丽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都会好的，啊？你说你也是，跟了这么一个管不了自己女人的男人，受委屈了，齐总，其实您都不用安慰我，我都想得特别明白，人生啊就是这样，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，靠别人都靠不住的，有钱才能有底气，对吧？这个项目我在云锦的时候就想做了，所以这次特地找您。哎呀，齐总，
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以为你都想明白了，才来找我的。我想，我们还是先聊工作。好。你的这份项目书做得很好，但是你真的不会以为单凭这几张纸就让我出钱吧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戚总，我知道你应该能理解我最近遇到的这些事情。我也是怕给您添麻烦呀。男人，还是因为男人。男人呐，就跟这个项目，或者说你那工作一样，只要用不习惯了，你完全可以把它换掉啊。你说，你跟了我多好啊！我既没有老婆，也比老房更懂得分寸。过去呢，你背后有云锦，现在可是孤家寡人了。如果不拿出点诚意的话，我凭什么在你身上花钱啊？丽丽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，一个女人对男人最大的诚意，它是什么？戚总，您当时就是这么跟李薇说的吧？后来不是用完就丢了吗？您别生气，既然您喜欢我，我总要了解一下您的底线嘛。我多了解一点也没有错啊，毕竟我也不想成为第二个李薇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用担心那些事情。你把事情闹这么大，就不担心不好收场吗？我怎么可能收不了场啊？是李薇她说我强迫了她，她配吗？哼，我看上她，对她来说那就是天大的恩赐，可她呢，不知足，非要反过头来咬我一口，结果是什么？牙崩了。丽丽，如果你决心跟我在一起了，可千万不能学他，知道吗？当然，当然。戚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网上的那些照片，也是你找人放的吗？是我。我不想把事情弄得那么麻烦。我喜欢的女人很多，最开始不同意的也很多，但结果呢，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，只有他李薇不识抬举。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好啦，不聊他了啊，咱们来好好研究研究项目。哎，季总，来吧，季总，你别这样，季总，别季总，季总，你季总。洗车吗，老板？这我不洗车呀！3块钱一次，洗特干净。谁好？来，这是100块钱啊，赶紧滚！那不行啊！你先忙，待会。哎，丽丽，不是，
100块钱我得给你洗6次。哎，你让开呀！办这行了吧？哎，你让开！让开！丽丽，丽丽，你开始刹车了啊，老板。丽丽，谢了。丽丽，你，我说你这，哎，徐总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网上那些照片也是你找人放的吗？是啊，我不想把这件事情做得很麻烦。我喜欢的女人很多，一开始不答应的也很多，但最后呢，在我这儿都是服服帖帖的，只有他李薇不服。那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当间谍的潜质。我要的东西呢？你可要想清楚，很危险的。放心吧，再说了，这不还有你呢吗？丽丽，你进去之后见机行事，见好就收。把姑奶奶我惹急了，她也不好过。保护自己更重要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事，你说吧。李慧和你非亲非故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帮她？其实我不是帮他，我是想帮我自己。我当初遇见那个人渣的时候，及时脱了身，我以为那样就能息事宁人。但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如果我当时能第一时间教训那个人的话，可能那些女孩就会少受一点伤害吧。你笑什么？我觉得你挺有当女侠的潜质的。那你就是男侠呗。那词叫少侠。少侠。女侠。夜未央，天微凉，心扉夜话即刻起航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心扉夜话。哎，何老师，最近关于不完美受害者的议题在网上传的是沸沸扬扬的。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，不完美受害者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这里，我想借用我非常喜欢的一名音乐人莱昂纳德·科恩在《颂歌》中的一句歌词：“万物皆有裂痕，那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”是的，的确如此啊。如果你刻意的去拿一个放大镜去审视任何一个人，那么谁的身上呢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污点。世界万物皆无完美，我们应该去接受自己和对方身上的不完美，而不是去苛责。是的，其实有不少的受害人，正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不完美而感到羞愧，导致于他们不敢向外界求助。的确如此啊。在我们看来呢，当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，如果比起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呢，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先发出一个求助的信息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是的，与其称他们为不完美的受害者，我更想称他们为勇敢的幸存者。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的时候，我们正常人都会不知所措。晨曦绽放出一朵花语，这里有你与咖啡的香气。无论是阴霾转雨，还是天气忽然放晴，我都想和你在一起。一阵
歌的风景，也看见你，连入星辰的